请停留3秒，为遇难者默哀祈福。截至8月21日0时，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系列严重灾情，共致2市16个县市区165万多人受灾，不幸因灾遇难159人，支联10人。一下到大雨的话都很怕，每天都是凌晨啊或者什么的，有一点响声就醒，真的睡不了。经历过一次，真的。洪水过后，很多家当、衣服都被大水冲走，只能找根绳子临时系住裤子。家人一起动手修整门前的路。哦，这个是刚才要收那家，你看这么高，怎么清啊？对吗？天哪，恐怖！就没有人来干我啊？帮我搞一下哦。太原被一场不寻常的夜雨洗礼，短短1小时，暴雨预警连升2级，从暴雨蓝色预警升至橙色预警，6城区全部在列。这是夏季强对流天气的典型特征，来得快，势头猛，局地性强。根据气象监测数据，截至8月20号夜间，太原全市累计降水量约14.9毫米，杏花岭区约12毫米。注意，这是全市平均口径，而短时强降水的核心区域，雨强一度冲到每小时50毫米以上，相当于1小时内拖下了平时小半个月的雨量。我都在家停着了，好好的嘞，我这本身不应该停。2026年8月21日，四川攀枝花遭遇短时强降雨，东区、仁和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攀枝花属于山地河谷地形，短时强降雨极易汇集水流，容易诱发滑坡、山洪隐患。雨天尽量避开低洼路段，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外出时，手机最好提前备好防水袋，保护手机也方便紧急联系哦。回不去喽，慢点，马九，又来一个。到昌楼这个区，这个是5千路。哎呦我的天哪，这哈尔滨，我去，大冰雹。哎，一看了下了个瓢盆大泼大盆瓢下大雨了！哎呦我的妈！福建这次真坐不住了。EC 预测沙德尔路径大幅南调，正面登陆福建沿海变为可能，且概率大幅增加。国内外主流气象机构8月21日最新预测，预计26日
沙德尔将移入东海，然后有2种可能路径：继续西行，在我国华东沿海登陆，或者折向偏北方向移动，不登陆我国。但结合中央气象台21日最新台风路径图和27日、28日雨量预报图，比较契合沙德尔登陆福建的路径预测。考虑到后期冷空气对副热带高压的削弱情况还有变数，还需继续保持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热点最前线，我是小坤。8月21号，中共官方突然公布，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贵港两地洪灾，截至8月21号零时，已经造成159人遇难，10人失联，2市16个县市区160多万人受灾。这个数字为什么让人震惊呢？广西这场洪灾开始于7月4号，7月9号，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只有39人，到今天的159人。死亡人数突然增加了整整120人。问题来了，这些遇难者是在这1个多月里才陆续被找到的吗？如果是，那为什么此前一直没有公布？如果不是，那么当初的39人到底是怎么统计出来的？而更加令人关注的是，官方还首次公布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7月6号发生的六兰、云表等水库溃坝洪灾，造成107人遇难，7人失联。也就是说，广西这159名遇难者中，绝大部分都和水库溃坝洪灾有关。不过外界质疑，在这场灾难中丧生的可能达到千位数。那么这场灾难到底有多少是天灾，又有多少可能与人为因素有关？谁应该承担责任？灾区的重建、灾民的生活安排是否都落实了呢？暴雨可以是天灾，但是水库出现险情之后，能不能第一时间组织下游居民转移？危险真正到来之前，有没有给老百姓留下足够的逃生时间？这些都不是单纯一句极端天气就能解释的。这次台风让我最在意的一个数字不是159，而是107。8月21日，广西南宁、贵港通报，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灾害已经造成159人遇难，10人失联。但如果把这个数字拆开来看，会发现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细节。其中，衡东市六兰、云苗两的水库出现漫点险情，导致下游村镇受灾。仅这一处造成107人遇难，17人失联。很多人会觉得台风来了，雨太大了，这是自然灾害。但真正影响结果的，可能不只是雨下了多少，一座水库能不能提前发现险情，预警能不能及时传达到每个人的手里，撤离通知能不能比危险更早一步到达。这些看起来平时没人关注的事情，关键时候决定的可能是生命。住在水库下游的人，平时考虑的是孩子上学、老人养老、庄稼收成，很少有人每天都会想上游那座水库有没有风险。可这次事情提醒我们，很多离生活很远的设施，其实一直和我们的安全绑在一起。一座城市真正的安全，不只是高楼有多漂亮，道路有多宽，还有那些平时没人注意却默默承担风险的基础设施。如果你家附近有一座水库，你知道它建了多少年，又了解它的安全状况吗？刚才要说那家，你看这么高，怎么清啊？对吗？天哪，恐怖！就没有人来干我啊？帮我搞一下。爷爷是多少岁啊？96了。96，奶奶呢？95啊。你呢？我是61啊。你一个人照顾2个老人？啊。那你结婚了没有？没有。哦，这样子。那现在是一直住在这里哈？哦，大哥，你这个手是怎么了？原来是干活了嘛。哦，干活的是吗？干活太累了，不就长上来了嘛。哦，干活太累就长上来。哦，大哥，看你很乐观哈。没有，我们中人就这样了嘛。159人遇难，10人失联，这不仅是统计学上的数字，是159个家庭的灭顶之灾，是10个至今生死未卜的悬案。这场灾难留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而是5个必须回答的问题。第一，广西全区水淹农房约5.2万户，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市农房受灾较为严重，老旧水库、危房、内涝点这些定时炸弹什么时候彻底排除？第二，
自治区政府已经坦诚对老旧水库应对极端情况存在麻痹思想，这种麻痹以后怎么杜绝？第三，下半年还有34个台风要来，广西准备好了吗？第四，灾后农房修复重建工作安排。2027年春节前基本完成受灾住房恢复重建任务。那些失去家园的家庭，能不能按时住进安全的新房？第五，也是最现实的10名失联人员，至今生死未卜，他们的家人还在等一个答案。而就在广西这场灾难的死亡数字突然大幅增加之际，中国很多地方的暴雨根本没有停下来。今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山西太原。8月20号到21号，太原出现短时强降雨，暴雨来得非常急，部分路段迅速出现严重积水和内涝，城市道路变成水道。当极端降雨越来越频繁，一座城市的排水、防洪和应急能力到底能不能扛得住？狂风骤雨突袭山西太原，瓢泼大雨倾泻而下，深夜突如其来的强降雨直接打乱整座城市的节奏。不少网友拍下现场视频，画面看得人揪心不已。8月20日夜至21日凌晨，山西太原遭遇突发性短时极端强降雨天气，雨势迅猛，立时集中，局地强度大。本轮强对流天气引发城区多处路段老旧院落积水内涝，城市防汛压力骤增。2026年8月20日夜间直至21日凌晨，强对流降雨突袭太原，受连夜雨水冲刷，城区不少低洼路段积存大量雨水，给车辆通行带来阻碍。司机朋友途经积水路段，切勿贸然驶入，出行多留意路面状况。勇士，都是勇士，这都是勇士。哎呀，全是勇士。你别跑了，电机坏了，还不够修电动车。朝着前面，朝着，你把这车子在这跑，你看看。灾情让人的心一直悬着。接下来我们稍微放松一下，听听一位观众的反馈。美国的 Steven 说，喝普瑞堂玄宝黑参口服液1-2个月后，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他的关节痛缓解了。而 Steven 饱受关节痛的烦恼已经长达30多年了。我们的节目由普瑞堂赞助，普瑞堂目前有玄宝黑参原参、玄宝黑参口服液、植物鱼油、美元皂等产品。现在购买普瑞堂商品满$500即可获赠9针9铺纯手工古法制成的玄宝黑参原参1根，多买多送，单笔满$3000再加赠1颗特级原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评论区链接订购，并输入优惠码RMB888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聊这个更令人担心的话题，就是下一个台风可能已经在路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1号最新的路径预测再次出现明显变化，相较此前的预测，部分模型的路径明显难调，让它靠近中国东南沿海的可能性增大，甚至有预测将会正面登陆福建。台风沙德尔登陆我国的概率正逐步增大。8月21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开始快速加强，预计未来3天可能达到巅峰强度，最高可达17级超强台风，并逐渐趋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25日以前，沙德尔对我国近海基本没有直接影响，但25日以后，沙德尔影响我国的概率正在增加。
这样一来，沙德尔到东海附近后，3种预期路径的可能性变了。第一，急转弯去日本、韩国的可能性已经大幅减小；第二，在东海徘徊一阵后，江浙沪的可能性略微减小；第三，在东海略微减速，然后掉头偏西，甚至西偏南，去台湾、福建的可能性大幅增加。目前传统数字模式已经逐渐开始支持第3种路径，而人工智能模型中第1种路径的可能性也在减小，第2、第3种路径的可能性开始增加。浙江的朋友不要睡得太死了，18号台风沙德尔可能又要来你家了。今天早上5点，中央气象台预测沙德尔中心风力已经干到9级了，看起来不起眼，是吧？但它可能是今年最会演戏的一个。它正在关岛以东的海面上往北偏西方向跑，前面有一大片30度的暖水，风切变又小，等于给它搭了个专属舞台，想怎么演就怎么演。第一出戏就叫扮猪吃老虎，现在看着弱，但从今天开始它就要爆发式增强，巅峰能冲到16级以上的超强台风。韩国气象厅说明天就能干到台风级，等它跑到咱们家门口的时候，早就不是今天这个9级的小弟了。第2出戏叫路径变脸，现在中央气象台说未来5天它趋向琉球群岛以东，对我国没影响，看着人畜无害的，但26号之后它可能突然变脸，经过琉球群岛杀入东海，到时候是登陆华东还是北上远离，得看副高的脸色。第3，就算最后不登陆，它外围庞大的螺旋雨带也能给华东沿海带去大风暴雨，所以别被它现在9级的样子骗了，这台风把戏多着呢。但是真正让人担心的，其实并不只是沙德尔本身，而是中国现在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前面的巴威、红霞、白海豚一个接着一个，暴雨、洪水、台风轮番袭击，很多地方的洪水才刚刚退去，城市排水、河道、水库和农田都还处在高压状态。最可怕的是，上一场灾难还没有真正结束，下一场灾难已经在路上。所以接下来我们真正要关注的，不仅仅是沙德尔会不会登陆中国，还有它会不会在一个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国再次掀起一轮新的暴雨洪灾，我们会持续关注。这里是热点最前线，我是小坤，我们下期再见。